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来猜片片。片片悬疑社聊了很多国外的悬疑片，今天来聊一部国产悬疑片，来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作家的谎言》笔中有罪。虽然不是啥神作，但作为国产悬疑片，确实也有一些亮点。电影一开始，一个女人尖叫着从高楼下坠，重重的砸在地上，魂归大地了。这女人是谁？到底是跳楼还是被人推下楼的呢？咱也不知道，只能接着往下看。男主是一位情感畅销书作家，叫郭世贤，对外一直保持爱老婆的好男人人设。他笔下的妻子也是个完美女人，正是靠着夫妻俩的完美人设，世贤的书才能如此畅销。世贤参加完一场读书会，回了家里，此时他的妻子品如正窝在沙发里追剧。品如是个家庭主妇，不过家里的事儿是一点都不管，懒得地上有钱都不肯弯腰去捡的那种。完美妻子根本就是世贤为了赚钱编的谎话。今天品如去中介挂租了他家楼上的房子，就窝在沙发里一动也不肯动。微信运动步数还没楼下高位截台的王大爷多，把接孩子和填写幼儿园家长评估单的事全打发世贤去干了。最夸张的就是结婚以后，品如连笔都没碰过，每次签字都由丈夫世贤代笔。按说品如懒到这个地步，凭啥也不知道拾掇自己化个妆啥的，很容易从妻子变成前妻。不过品如虽然不抓世贤的胃，也不抓世贤的心，但他会抓世贤的头，一下子就把世贤的火给撩起来了。两人正准备鸳鸯秀背翻红浪，没成想缺套少药，红浪拍在了沙滩上。开不了妻子车的世贤只能悻悻地开着自己的车去幼儿园接儿子。半路接到了中介的电话，说有租客来看房了。接完儿子后，世贤就上楼和租客面谈。我们可以发现，租客正是片头跳楼的女人，她叫艾丽，牌量调顺，腿长1.8米，不过对世贤爱答不理的，直接就离开了房子。等艾丽走后，世贤发现她落下了一个纸袋，拆开来看，竟然是一套内衣，引得世贤浮想联翩。刚准备用右手成就下半身的幸福，一通电话打断了他的幻想。世贤原本开出的租金是4.8万，但艾丽预算只有3万块。刚刚还冷若冰霜的艾丽在电话里撒起了娇，世贤一激动就同意了打折。之后世贤在楼里的泳池边遇到了艾丽，两人就攀谈起来。艾丽是一个中日混血儿，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最喜欢的影视解说是小蝙蝠大片。至于最喜欢的电影嘛That guy 9.5 weeks，仲有50 Shades of Grey。没多久，世贤就收到了15000元的租金，剩下的一半，艾丽让他跟自己上楼去取。世贤一进门，艾丽就各种勾引世贤，说只要世贤再免着他1半的房租，他就愿意做世贤的情妇。世贤哪会说半个不字，粉汗身中甘有湿，去缓枕上起油坐，一场大战在床上展开。运动过后，世贤有惊无险的回到了家里。之后，世贤经常以运动为借口去偷情，他一次也没让老婆抓包，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时长根本不足以引起老婆的怀疑。某天晚上，世贤和2个狐朋狗友聚会，这2个单身汉其实特别同情世贤这个已婚人士，因为品如家教特别严，世贤在和艾丽偷情之前根本没有机会出去鬼混。正聊着，世贤又接到了艾丽的电话，约世贤去家里做身下有人的那种俯卧撑。世贤很快就赶到了艾丽家，运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艾丽突然提出能不能免掉本月的房租。世贤顿时有点扫兴，心想我跟你谈感情，你竟然跟我谈钱。艾丽为了让世贤安心，赶紧写下了自愿和世贤发生关系的证明卡片。随后大战继续，这张卡片也掉到了床下。世贤第2天醒来，发现自己昨天太过放纵，直接在艾丽的床上睡了过去。彻夜未归的他彻底慌了，只能回家对老婆品如说了谎，说自己昨晚因为喝多了，所以没进房间，睡着沙发。发生了这段小插曲之后，世贤再想去做运动的时候，懒得可怕的品如竟然提出要陪世贤一起去，还说从今往后要天天陪世贤做运动。世贤只能真的去了健身房。事出反常必有妖，品如很有可能是发现了什么。世贤这下子可就郁闷了，满腔精力无处发泄，只能偶尔借口倒垃圾的时候去楼梯间和艾丽深入交流半分钟。不是我说，东哥都有2分钟，半分钟都不够给垃圾分类的吧？看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世贤主动提出带老婆去韩国旅游，还立马订了去韩国的机票，然后让出版社编辑打电话骗品如说是找自己办读书会。善解人意的品如果然让世贤先忙工作，自己约了闺蜜去韩国。品如动身刚走，世贤就迫不及待的想把艾丽约到家里，但艾丽说自己这段时间陪床也很辛苦，需要每个月买1万块钱的营养快线补一补。世贤想到自己大费周折的把老婆请走，不想坏了好事，就答应了。收到钱的艾丽很快就进了世贤的家门。世贤还很鸡贼的让儿子管艾丽叫哥哥，这样等老婆回来问起儿子家里有没有人来的时候，儿子只会说来了一个哥哥，就不怕露馅了。之后的事情大家能猜出来，我就不废话了。值得一提的是，他俩为了增加情趣，在艾丽家阳台上装了一个吊床。品如很快从韩国回来了，但世贤还是忍不住想偷吃。这时艾丽又开出了新的价码，要3万块一次。世贤这次不准备惯着艾丽，选择去健身房运动压火。为了转移注意力，他甚至看起了航母上电磁弹射器的科普视频。过了2天，世贤夫妻结伴坐电梯下楼，在电梯里遇到了艾丽。艾丽故意挑逗世贤摸他屁股，差点就让品如发现了。到了楼下，品如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让世贤一个人去幼儿园接儿子。等世贤赶到幼儿园的时候，却被告知儿子已经被一个女人接走了。那个女人有儿子的接送证，儿子还管那个女人叫哥哥。世贤马上意识到孩子肯定是被艾丽接走了，而世贤也的确看见了艾丽在社交网站上分享和儿子的合照，然后就根据定位找
找到了艾丽和儿子。艾丽说自己很缺钱，想要借5万，虽然是赤果果的敲诈，但顾及到儿子的安危，世贤也只能答应了。过了2天，世贤和品如正在看电视，突然楼上传来分贝很大的咻咻的声音，世贤只能去楼上看看怎么回事。到了艾丽家，世贤发现声音是从录像机里传来的，而录像里的主人公正是他自己。这时艾丽才算是正式撕破脸了，他早就调查过，世贤继承了他爸留给他的12处房产，加起来价值过亿。要是艾丽把视频交给品如，品如提出离婚的话，世贤起码要损失半个亿。艾丽抓住这个把柄，向世贤敲诈1000万，限期5天交款。碰到这种事儿，世贤一筹莫展，只好找来他那2个狐朋狗友商量对策。当律师的朋友建议世贤可以交款拿回所有视频备份后，直接动手杀了艾丽，还说可以学绝命毒师用强酸销毁尸体或者碎尸，楼上楼下的做这种事也很方便。大哥，你到底是律师还是杀手啊？我講下啫，咁樣講要犯法嘅咩？世贤听完无奈的苦笑，毕竟杀人容易，想要脱罪就太难了。很快离艾丽给的期限只剩下1天，世贤筹得了1000万，回到家里发现老婆品如正在门口打儿子，大楼的保安怎么劝品如都不理，世贤只能自己护住了儿子。然后他在客厅里装了摄像头，品如问世贤是不是怀疑自己虐待儿子，但世贤解释说就是为了在外面的时候方便看看儿子。转眼间到了夜里，艾丽和电影开头一样摔死在了楼下，警察迅速赶到开始勘察现场，但一时间也无法确定艾丽是从哪栋楼跳下来的。镜头一转，品如带着哭腔在收拾行李，世贤则在一边安慰着，看样子是要跑路。第2天，警察核实了死者艾丽的身份，找到了他的住处，并在世贤的陪同下进行了取证。警察搜集了一些物证后就离开了现场。验尸报告出来之后，警察再次传唤了世贤，问起了他和艾丽的关系。世贤说就是普通的房东和租客的关系。直到警察出示了在艾丽家搜到的自愿和世贤发生关系的卡片和电梯里艾丽偷情摸世贤屁股的录像，世贤才只好承认艾丽是他的情妇，但他只字不提艾丽敲诈他的事，反而说艾丽希望他离婚，但他拒绝了。言下之意就是艾丽是为情自杀的。在警察经过验尸，发现艾丽的指甲里有铜绿，和艾丽家阳台栏杆上的铜绿是吻合的，说明艾丽曾经抓过栏杆，这和自杀明显是不相符的。看警察抛出新证据之后，世贤只好承认自己不堪艾丽的勒索，争吵间失手把艾丽推下了楼。所以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负责采案的浩明哥重新回放了审讯录像，通过微表情和声音发现世贤一直在说谎，而且尤其奇怪的是，世贤认罪认得太痛快了。世贤大学时读的是电机工程，在写爱情小说之前还写过2本推理小说。理应知道嫌疑人享有沉默权，没有任何足以定罪的证据指向他，他只要保持沉默，警方连起诉他的权利都没有。但他偏偏主动认罪了。带着怀疑，浩明哥搜查了世贤家，搜到了一件扔掉的睡袍和1本日记，两者都是品如的。根据日记里的内容，原来品如早就发现了世贤和艾丽的奸情，还想过要偷拍下2人偷情的证据来报复艾丽。日记还提到了前几天品如跟儿子发了脾气，世贤很生气的让品如去看心理医生。浩明哥去拜访了医生，未必医生说出了品如的情况，原来品如真的有一些精神问题，经常胡思乱想，还喜欢说谎。除此之外，警察还发现了世贤家里的监控，并在监控里发现事发后的第2天，品如想要抱着儿子跳楼，但被世贤拉了下来。艾丽的指甲里还发现了品如穿的那件睡袍上的纤维，而艾丽死时穿的衣服上又发现了品如的皮肤组织。最关键的是，世贤有着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据。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世贤才刚巧回到楼下，而且能查到他之前是从澳门赶回香港，根本没有作案时间。种种迹象都表明世贤不是凶手，品如才是。随后警方抓捕了品如，品如一口咬定是世贤杀的人，警方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世贤认罪，但是有不在场证明；品如不认罪，但却有很多对他不利的证据。因为警方暂时没办法对他们提起诉讼，只能先放了他们。平安回家后，品如和世贤一起去接儿子。上车时，品如给世贤递了一瓶水。上车后，世贤很快就沉沉睡去。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了起来。品如质问世贤是不是想让他背杀人的黑锅，世贤却反唇相讥，说如果不是品如故意派艾丽勾引他，事情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原来艾丽竟然就是品如派来的。由于世贤经常在作品里写到品如，还把品如形容成完美人妻，把两人写的无比恩爱。品如每看到世贤的作品都会很反胃，觉得世贤很虚伪很恶心。他特意找了艾丽，让他去勾引世贤，还要求他拍下床上的视频，准备让世贤身败名裂。世贤也意识到了老婆有点不对劲，很鸡贼的在品如的水杯里装上了窃听器。后来艾丽发现世贤是个隐形富豪，决定无视和品如的交易，直接敲诈世贤。品如后来去找艾丽的时候，正好带着杯子，世贤听得一清二楚，这才知道艾丽是老婆找来陷害自己的。品如和艾丽谈懵了以后，儿子还对着艾丽喊哥哥，气得品如教训了儿子一顿。世贤通过窃听器听到后，赶紧跑回家护住儿子。其实不光品如讨厌世贤，世贤也贼烦懒得出席的品如。听到丈夫亲口说讨厌自己，品如彻底发狂。最后，世贤被绑在木头上，推上了锯木头的机床，眼看就要被机器锯得粉碎。好在警察一直在他们后面盯梢，很快就赶到了现场，有惊无险的把世贤救了下来。因为确实没有证据能证明世贤杀害艾丽，而所有证据都指向品如，品如还差点杀了世贤，所以警察对品如提出了诉讼。最后，品如被判进入精神病院。可实情真就是这样吗？艾丽真的是品如所杀吗？
其实有其中一点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首先是品如的日记，之前就提到品如结婚多年来根本没动过笔，所以不可能写日记，日记其实就是事先伪造的。警察为了证明那是品如的日记，还做了笔记比对，比对的样本就是家长反馈单上的签字，但其实两者都是事前写的。之前写日记的时候还故意用了左手，一来是给品如找一个合理的杀人动机，二来是故意提到心理医生，吸引警察去调查，让警察知道品如有一定程度的精神问题。艾丽被杀的那天，事前提前给老婆下了迷药，然后带着现金上门去找艾丽。艾丽拿到钱后欣喜若狂，同意了事前最后再来一发的要求，换上了事前带来的他老婆的衣服，准备玩角色扮演。所以艾丽穿的其实是品如的衣服，没想到吧？给角色起名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你们真相了，因为衣服就是品如的，所以衣服上肯定有品如的皮肤组织。之后事前又将艾丽迷晕，拿着品如的睡袍在艾丽身上蹭了好几个来回，这样就会在艾丽身上留下品如睡袍的纤维。而他也故意抓住艾丽的手挠了栏杆，在指甲里留下铜绿，制造出此前挣扎的假象。随后再将艾丽放进阳台上的吊床。之前提到过，之前看过一个电磁弹射的科普视频，而他本人也是电机工程系出身，制造一个简易的弹射装置根本不在话下。他之前反复演练过，确信这个装置可以把艾丽抛出栏杆外，然后就设置了定时，动身前往澳门，再算准时间往回赶。艾丽被抛下楼后，警察赶到现场，事前也正巧回到家，故意在警察眼前露面，知道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因为警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艾丽的住所，而事前的后楼梯也没有监控，他就有足够时间去回收弹射装置并处理掉。回了家后，他故意告诉品如自己杀了人，让品如陷入情绪波动。后来到了警局，事前主动认罪，但种种伪造的证据都指向品如，尤其是他让体型和品如很像的朋友戴着假发扮成品如，制造出品如犯了罪，想要抱着儿子跳楼自杀的假象。其实当时录像里能清楚的看到，儿子从妈妈怀里被救下来之后，一点也不害怕，反而笑得很开心。品如听到日记和笔记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是事前在陷害自己。事先算准了本来就有精神问题的品如，在经历如此大的情绪波动后，肯定会对自己下手，但警察一定会跟踪他们，到时候警察就可以把品如抓个正着。品如在严重精神问题就会被坐实，送进精神病院，而事前自己就可以脱罪了。他之前的自首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出轨内疚为妻子顶罪。其实这部电影还是有一些惊喜的，整个核心的轨迹设计还算精巧，就是角色塑造方面有些薄弱，品如事前互相讨厌的原因有点站不住脚，情感的铺垫也有点不足。本期边缘悬疑社推荐作品《作家的谎言》比中用罪，创意指数6.5，逻辑指数6.0，吓尿指数6.0，反转指数7.0，烧脑指数6.5，豆瓣评分6.6分，IMDB 评分5.4分，片片给出的悬疑惊叹值6.4分，值得鼓励。悬疑商大片本来就是个小众的类型，拍这类作品想回本非常难。有黄渤、段奕宏加持的《记忆大师》，票房才不到3亿，无双能拿下12亿，更多的也是因为这部片子不只是悬疑片，还收杂了大量的其他元素，比如动作、犯罪、枪战、爆炸等等。就算看不懂剧情的观众，也会有很棒的观影体验。很多人会说，为啥悬疑片成本越低，反而拍得越好？其实逻辑是错的，是因为成本太高，拍了回不了本，只能尽可能的压低成本。所以在国产悬疑片特别稀缺的现在，这部《作家的谎言》还是值得鼓励的。于是虽然评分不高，我依然破格将它列入了片片悬疑社。片片也真心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国产悬疑片出现。喜欢片片的视频也别忘了3连支持一下。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吧，拜拜。